顶级的演出到底有多难？明朝3.1就向我们生动的诠释了一波。众所周知啊，明朝的剧情演出在二游一直是数一数二的，但也因此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刻板印象，那就是剧情演出好等于只有演出，等于只会播片儿，荒谬！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虽然确实强如明朝也做不到每个版本各方面都顶级，但至少3.1这个版本诠释了何为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主线新巅峰。这个巅峰不仅是对于明朝本身，即便放在二游圈也绝对是名列前茅。那正好借着这个版本，我们来谈谈所谓好的演出究竟有多复杂。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演出是综合的概念，而不只有动画。怎么说？其实很简单，演出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个是情绪情感的调动，另一个是剧情的说明辅助。那情感调动这块自不必说，我个人觉得硬件方面3要素：配音、动画、BGM。说到这，可能已经有人脑子里有画面了。对，我们就拿之前从剑湖之底那段开始说吧。老生常谈，为什么从湖底开始的那段诀别演出效果如此之好？动画当然是硬件，但别忘了还有那超神又应景的 BGM 以及 CV 的逆天发挥。不行，这样做你无法放好，你会被永远放逐到最门后。是的，我又放了一次，因为他就是太强了。包括小爱的 CV 这次也很顶，就在剧情里面，他得知阿飘被拒绝真相时的这个配音。他们怎么？他们凭什么？我的妈呀，简直绝了！这种悲伤、愤怒又带着不甘的情绪，谁听不皱眉毛呀？而且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表情以及眼神的拿捏。这个我说句公道话，明朝是站在二游金字塔顶之一的存在，应该没人反对吧？且不说艾米斯这次超级丰富的表情以及各种俏皮的动作，最重要的是这些表情和动作非常的应景。比如小爱发现我们看那段录像之时攥紧的拳头，在我们面前并不太自然的笑容，以及难得消失的笑脸。没有过多的文本，但其中包含的愤懑以及紧张的情绪简直不要太生动，此之谓演出的神力。尤其是辛吉勒姆的秘密快要被我们洞察之时，他的不安甚至是失落难以掩饰，向下的嘴角已经难以遮盖内心的想法，最后终于释放自己的大哭，配合 CV 的双重演绎。这谁听了不哆嗦你就说。而且湖中这段演出还呼应了之前剧情的一件怪事，那就是小爱当初回忆说的沉到湖深处有一双手竭尽全力往上拖。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曾经的阿飘，但想想又感觉很奇怪，因为以当时还在巅峰见多识广的全盛时期阿飘来说的话，这个小女孩如此费力总感觉有点怪异，而且那个失去的护身符总感觉有点说法，但又不知道具体是啥情况呢。而借由这段演出，我们了解到原来是已经不在巅峰甚至频率持续流失的阿飘将小爱高高举起，两个时间的阿飘交接的这一幕看得我激动的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太帅了！这就是演出的分量以及必要性。而后面4话转场的阿列夫一的这段，不仅让我回忆起3.0时期我自己以为的初见，更是让我猛然惊醒，原来之前问小爱曾经那件帮过我们的事，他说没有，我单纯的以为是类似于失忆的情况，原来我只是在第一层，因为那时候的小爱还没有救过我们。而当他说出但愿我会让你感到骄傲，但愿我没有让你失望，我沉默了，因为那是早在几个月前的2.8时期碎波式录音机传来的声音。但愿我会让你感到骄傲，但愿我没有让你失望。而配合这段无言的动画演出，我的内心早已风起云涌。此刻 BGM 刚好进入高潮，两颗远航星错位时空，就这一段交代了多少信息回收了多少伏笔，想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但凡剧情没跳过的，估计应该和我一样竟无语凝噎，真就是除了沉默那就是眼眶发红。这就是我说的好的演出不简单的原因，因为它需要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我提到的那几个因素真的是缺一不可，而且节奏的安排更是很有说法。就比如刚刚那段信息量极大的演出之后，其实中间我们的情绪从单纯的难受因为接收了这么多信息量的原因，悲伤得以缓和，更多的去思考，甚至还有很多线索回收的惊叹在里面。而接下来的2段动画才是让这次演出夯爆了的重点，那就是在你情绪变换间展现出我们最好奇的碎者与阿列夫一之间的往日种种，让我们的情绪又转变为了好奇，让我们有个缓冲的空间。而不同的是，这次加上小爱这个变量，好巧不巧的是，这时候 BGM 和 CV 又发力了。就这段 BGM 谁听了不迷糊，充满了神圣感与肃穆感。而当小爱缓缓举起双手时， BGM 停在最低点，随着他坚定地喊出那句我不后悔。BGM 进入最高潮，这一瞬间的情绪调动让人汗毛直立。这里还有夸赞一下碎者机甲的表现力，这种沉稳厚重的巨物感让我有种梦回环太平洋1的感觉。而之前因为被信息量分散的悲伤也逐渐开始凝聚。这段我放了不止一次，但它值得反复被播放。小爱说她不后悔，但是我承认出于私心我有点后悔了。没想到那飘式教育的苦果要我自己来尝，悲伤欣慰又复杂的情绪刚刚开始相互交融之时，跟着小爱充满感情的眼神，我们进入到
到了他内心最难忘怀的回忆，和阿飘学折纸飞机。顿时我想到了之前剧情中小爱想给我们看的纸飞机。这一瞬间，我一个大男人小泪纵横 ，BGM 也逐渐2次高昂。回到现实，小爱的一句“好舍不得”。我已经开始狂捞纸巾了，而当我以为已经尘埃落定之时，结果还有2段大。小爱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我们骄傲，而我真心希望她平安喜乐。这个宠溺的语气啊，艾米斯。令人欣慰的是，后来他做到了；令人悲伤的是，他又没完全做到。而最后这个绝杀的钢琴曲，卡点配上小爱始终未变的笑容，由大变小的艾米斯归向我们怀中的那一瞬间，我知道不仅是我的钱包保不住的问题，而是这个角色这次的剧情或许会让我永生难忘。而最后的最后，当失去灵魂的小爱，她的影子于静止的画面缓缓伸出手的时候，这个跨时空来回切换的镜头，出自于本能的爱意，使得他让我们别难过。这一刮直接给我人刮没了。此刻好不容易缓过来的情绪又直接爆发，但这次的确是带着希望的悲伤。纸飞机配合着唯美的 BGM 逐渐远航，再次呼应了这次主线的标题“远航星”。是啊，春天来了，撇在身后的是无尽黑暗，迎在身前的是希望之花。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小说《囚魔》的结局，苏明为了救下曾经的亲朋好友，生死道消，被所有人所遗忘。几多轮回少一人，轮回几多到凡尘。但与他不同的是，我还记得，很多人都记得他那个曾经他说飞不远的纸飞机，现如今已经可以飞得那么远。这就是演出的魅力。文本往往很多东西是展现不出来的，或者说情感上很难这么浓烈。而看着这些在小爱保护下多姿多彩的世界，我更加坚定了要将它带回来的决心。虽然悲伤，但不绝望，希望仍在。就像明朝始终给我们传达的一种信念：明朝往复，文明不屈。最后祝大家新春大吉，马到成功！希望大家给锅子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喽 ，Thank you。